说我出世在60年代，1岁多国家才算诞生出来。那时候没人相信新加坡派，还有人移民海外。就夹着西元间在60年代，我站在人群里看明星剪彩。那时候粤语片是一片黑白，有些来信。现在我后面的就是所来到的就是新加坡的国家博物馆，里面就是讲述新加坡的历史，让我们进去看一看。这是一幅来到大门口就看到一幅这张地图呢，这描绘于1570年。这边的话就是马来西亚已经新加坡的地方。这是当年流传下来的陶瓷，这里有写的新加坡啦。新加坡在14世纪是一个繁荣的港口啊。当时的话呢，中国商人呢就称作为这里叫做丹马西啊，然后在马来纪年中呢就称作为它做新加坡啦。这里就是当年渔民时所使用的鱼钩、鱼瓢啊，还有一些金属啊、首饰。这是14世纪中国人王大元商人在这边的一个场景。这是当时制作的金银首饰啊。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马来纪年记载的14世纪到16世纪的一个编年史了，马来历史重要的一个文献感觉回到了那个年代一样。这是经典的东南亚的建筑风格，跟傣族差不多，就是上面养猪、养鸡、养鸭，上面住人。这是马来大炮，在15世纪就开始生产，在以前的马来半岛的登嘉楼有这个大炮铸造厂，保留到现在15世纪，然后有龙头。然后这张图呢，就是描述于16世纪那个王子旅游的一个场景画图。然后这幅图的下面呢，就有一把大刀，很长它是一种砍杀武器是双刃刀。然后刀柄上呢，还有这些花纹，就是当年的战士战斗中使用的武器。然后这一把就非常经典了，相信很多人都在某个游戏看到过，它就是马来剑。它这把剑呢，就是来源于马六甲海峡。这把剑呢，在某个游戏有出现过，比如说那个谢夫马来剑，感觉是一模一样。看到真正的剑，这就是那个五级式的战士。这就是当时清朝关于茶的文化还有制造。然后这个呢，就是当时的冰城。你看这个碗很漂亮，这是一个装汤的一个，然后很多当时的一些图画都在这里。这里呢，就是讲述这位老兄来了之后呢，建立了一个英国贸易港口，然后就免费向所有国家的船开放，然后就吸引了很多阿拉伯还有非洲遥远的贸易商还有船只。到了19世纪50年代，新加坡就成为了东南亚的贸易中心。然后1867年呢，就是新加坡与马六甲槟城呢就一起变成了英国直辖的殖民地所以的话呢，这边的中国和南亚的移民不断涌入新加坡，然后这边的城市的发展就越来越快了。这张图呢，就是描述于1325年，就是东印度公司侵占了这边的一个岛屿。这幅图呢，就是从这个新加坡的华丽旗山俯览整个新加坡的一幅画像这个画是从1856年流传到至今。这里呢，就有当时
举行婚礼的一张画像。这里就是当年华人来到这边的一个画像，这边呢也是当年的一个结婚的画像。这些画像都来源于1858年了，历史非常悠久。这边的话呢，就是当年呢东印度公司打仗，你看这个就是当时的炮火、神火枪，圆形的就是弹药。你看那么粗的炮放在里面，然后还有大砍刀。大家看到没有？2把大砍刀，然后2门炮。这张呢就是王亚夫啊，从广东的广州啊来到新加坡，然后成为了柔佛和新加坡的承包商。这幅画呢画于1910年啊。这里啊又有一幅画像哦，它就是叫做佘宜真啊，佘宜静哦，然后他的话呢就出生于汕头附近哦，然后1823年以船务员的身份来到了新加坡，然后在这边移民哦，然后建立了一个新加坡第一个大规模的胡椒和甘蜜的种植园，所以他也被叫做甘比尔之王。然后的话呢，他也是受到潮州社区的一个令人尊敬的领袖哦，他也有参与了兴建粤海青庙，也是潮州协会，就是现在义安公司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哦。来到这里的话呢，就看到很多这些帽子，还有箩筐啊，都是用竹编而编成的。还有草席、竹席，还有算盘、秤砣、了笼，这个就是拿来放鱼的。来到这里的话呢，就是讲述于当时清朝抽鸦片呢一个画像哦，然后这里就是当年的一个图像哦，你看抽到瘦成什么样子了？食人英國佬帶埋啲死人毒品加餐。这边的话呢，就有很多图像，上面写着新加坡监狱，这是它的一块砖。还有这个 Government House 政府的一个房子也是取下来的一块砖。这个也是一个政府大楼流传到至今，也是取下了一块砖在这里。这里呢就有一个影片播放当时的一个场景，就是从这个1880年到这个1930年，当时的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场景。你看有很多华人在吃什么，不知道在包什么吃什么。想想当年的华人多么不容易的来到这边，非常的劳累。这就是当年的新加坡，一条渔村，还有当年的街道。这里就有一张通知在1887年，然后就是一个潮州木匠刺杀了他们这个英国佬之后然后殖民政府向华人社区发了出的一个禁令禁令在公共街道上举行传统仪式然后的话呢，在那年的7月也禁止了人们就是庆祝这个中元节这里有一口大钟就是来源于1878年的羚羊会馆赠送。羚羊会馆也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华人中青会会馆，它的会馆呢来自于广州在1822年创立还有呢，同时呢，这个羚羊会馆也赠送了这一个镀金木。上面这幅图呢，就是描述于当时1850年的中文学校。这里有一张来自于1880年的一个照片，就是当时新加坡最古老的庙宇，就是那个粤海青庙。19世纪马来群岛那些穆斯林的那个朝圣者来到新加坡这边工作。留下来的东西，这个就是当时的圣玛格丽特学校的学生，在19世纪末。这里呢有一些当年华校的一些照片，他就是陈嘉庆，他的陈嘉庆的原籍呢是中国厦门，然后给新加坡还有中国的学校都有捐款。这张就是1920年代呢，就是当时的华人那些花花公子，然后拍出来的一个照片。这里还有当时华人留下来生活工作的一个他们一个出身真海学校。这里有个影像，就是当时日本在37年开始的侵华，40年、41年就开始进行东南亚战争，泰国、老挝、缅甸、越南、菲律宾、马来半岛，然后再到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1942年，马来半岛。新加坡，因为当时他们缺少矿源啊，还有石油啊，那当时的马来半岛就有石油。这里就有一幅当年新加坡独立的一个画像，这个就是当时让华人学习马来语的文本马来语一阅通有中英文注解，就是描述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个合并61年到65年的脱离马来西亚成为自主主邦国。这里就是描述1962年华人在制衣厂缝衣服了。然后新加坡1957年的人口呢，就是只有144万，然后1960年的平均的 GDP 就是1252美金，就是这一片区域就是讲述后续新加坡独立出来的一个发展了。然后它就是讲述这里就是57年到70年呢，男性就业呢增加了86%，然后女性呢就增加了差不多200了。就讲述新加坡后面独立之后就飞快的发展机械啊、收音机啊、烫斗啊、电视机啊，还有比较大台的电视机，就是讲述它飞速的发展。然后这个呢，就是描述于60到70年代新加坡，然后就是已经是修建了很多套住房，提供给居民去居住。然后家具啊也是非常的发达，在当时有冰箱啊、收音机啊、电饭煲啊、火炉啊、水果啊、咖啡机啊、微波炉啊、电视机啊，应有尽有。你看，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才有现在后面的来之不易，经过各种的斗争、侵略，然后分开独立。现在所来到的这个新加坡这个发起人肉骨茶非常出名尝过了马来西亚的肉骨茶，现在来尝一下这个新加坡的肉骨茶究竟怎么样？听说是有所不同的。他这边的店发起人肉骨茶非常出名有很多海内外的明星啊，还有重要的时政人物都在这边吃过，有拍了很多的照片进入得到店里面还有王雷啊、欧阳震华很多明星来这边吃过，费玉清啊、发哥都在这边吃过。已经到了这边的肉骨茶和马来西亚的不一样，这边是偏清汤一点它就是有改造过的，进行一个创新，所以的话是会不一样。那么这个弯刀肉骨茶呢，它是非常好吃的，这样来试一下。这个就是肉骨茶，用这个胡椒粉做的潮州口味，它是用这个猪肚鸡的口味运用在这个肉骨茶上面。然后这个是猪肠粉，入口即化，不会很难嚼。如果吃习惯马来西亚那边的肉骨茶的话呢，会有点不习惯这边的肉骨茶的味道。它主要就是以那个潮州口味的那个猪肚鸡那个口味运用在这个肉骨茶上面，也是非常的好吃，非常的好吃，一点都不难嚼入口即化。